雪佛兰撤出中国市场，为啥在中国卖不动，出口却暴涨？同样一台车，国内外命运为何天差地别？2026年6月，全中国只卖出去1辆雪佛兰，而与此同时，雪佛兰在中国工厂的生产线一刻都没停过，造出来的车全部装上船，运往中东、非洲、南美、墨西哥，同一个品牌，同一家工厂，同一批工人造出来的同一款车，国内没人买，国外抢着要。先看看雪佛兰当年有多风光。2005年，雪佛兰由上汽通用正式引入中国，靠着10万元就能买合资车这个卖点，迅速打开市场。2009年，科鲁兹上市，单月销量一度突破 2.8 万辆。2014年达到历史巅峰，全年 76.7 万辆，全国经销商网点近1000家，赛欧一年 24.47 万辆，科鲁兹 26.8 万辆，迈锐宝 17.8 万辆。3款车扛起90%销量。那时候的马路上，每10辆车里就有1辆挂着金色领结。然后呢，从 76.7 万到36辆，只用了12年。2024年 5.27 万辆，2025年8747辆，2026年上半年36辆。分月来看，1月8辆，2月14辆，3月11辆，4月2辆，5月零销售，6月仅1辆。从月销破万到月销1辆，落差比马里亚纳海沟还深。更惨的是，雪佛兰的官方微博已经停更超过1年，最后一条停在2025年1月。官网显示，北京、重庆、湖北等多个省市已无经销商，浙江省只剩杭州一家店，部分官网登记的经销商电话已经成了空号。一个曾经年销76万的品牌，如今连卖车的地方都没了。雪佛兰是怎么从国民神车变成月销1辆的？第一，刀3缸发动机自断经脉。2018年，通用汽车力推3缸发动机战略，雪佛兰主力车型全面换装3缸动力，结果呢，消费者强烈抵触。主力车型科鲁兹、迈锐宝 XL 换3缸之后，销量暴跌超过 60%。国人最怕什么？抖动、噪音、保值率差，3缸机全占了，后来换回4缸也晚了，口碑已经崩了。第二刀，别克价格下探，自己人打自己人。别克英朗终端成交价下探到10万元以下，跟雪佛兰科鲁兹的价格带完全重叠。同一个妈生的2个儿子，一个降价抢另一个的饭碗。雪佛兰高性价比合资的差异化标签彻底没了，有合资品牌高管一针见血，为了短期销量，牺牲了大黄蜂的品牌调性，品牌资产严重流失。第三刀，新能源来了，雪佛兰还在原地踏步。2024年，新能源渗透率已突破 40%， 雪佛兰呢？新能源产品线近乎空白，在10到15万元主流价位带被比亚迪、吉利等自主品牌新能源车型全面替代。3缸机把自己做死，别克把路堵死，新能源把后路断死。3刀下去，雪佛兰直接淡出中国市场。但最魔幻的来了，同一台车换个地方，命运完全不一样。2024年，雪佛兰出口 1.72 万辆，2025年出口 1.59 万辆，出口量已经超过了国内销量。2026年上半年出口6930辆，同比增长 6.9%， 而且雪佛兰艾卫欧仅靠一款车型就创下了 7.5 万辆的出口量，国内半年卖36辆，出口半年卖6930辆，差距有多大？192倍。为什么国外这么爱买中国造的雪佛兰？第一，成本优势，中国的人工和供应链成本低，在沈阳造一辆车比在墨西哥或泰国便宜不少。到2025年，中国出口的雪佛兰已占全球出口量的 23%， 创下5年新高。第二，海外市场没那么多内卷，在中东、非洲、南美、墨西哥这些地方，雪佛兰依然是硬通货，海外需求大量存在。第三，中国制造的质量已经得到了全球认可，上汽通用50生产的雪佛兰换标出口到巴西、墨西哥、拉美、非洲等新兴市场，已形成4款以上车型的出口矩阵。2026年8月5日，上汽集团与通用汽车签下了一份20年的续约协议，这是目前主流合资车企中期限最长的续约安排。仅仅1天后，雪佛兰停止在华销售的消息引爆汽车圈。通用汽车的回应很有意思，合资企业将继续在中国生产雪佛兰产品，并积极探索在美国以外的海外市场机遇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车照造，但不卖给中国人了，全部出口，人走了，生产线还在，品牌不在了，工厂还在转。雪佛兰仍是通用汽车全球销量最大的品牌，利用中国制造优势进行反向出口，对通用来说是一种理性的战略取舍，把中国从销售目的地变成了生产基地。
雪佛兰在中国累计保有量超过700万辆，700万人买了雪佛兰，700万人的青春里有一辆挂着金色领结的车。科鲁兹、赛欧、迈锐宝这些名字对于80后、90后来说就是青春本身。现在品牌不卖新车了，这些车主怎么办？通用汽车承诺继续为现有的700多万中国车主提供完善的售后服务保障，售后大概率转到别克 4S 店承接，修车还能修，但再也买不到新的雪佛兰了。2026年，雪佛兰在中国走过了21年。有人说雪佛兰是被3缸机做死的，有人说它是被新能源卷死的，有人说它是被自己人挤死的，都对，但都不全对。雪佛兰这个品牌是一个时代的缩影，在新能源渗透率持续攀升的当下，依赖品牌惯性，仅靠全球车型本土微调的打法已彻底失效，不进化即是原罪。不过雪佛兰只是换了一种活法。雪佛兰的故事告诉我们一个道理，在中国市场混，光靠情怀和老本是吃不了一辈子的。你不变，时代会替你变；你不走，时代会推着你走。金领结还在，只是不再挂在中国人的新车上了。